一份离奇出现在美国的明朝圣旨，经过专家鉴定后，颠覆了人们对明朝的认知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的故事。2006年，美中晚报有一则报道吸引了人们的注意，说是在佳士得拍卖行，一位旅美华人花费数百万美元拍下一份明朝的圣旨。明朝的圣旨怎么会出现在美国呢？原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，许多珍贵的文物都遭到外国列强的洗劫，并流落海外。法国大文豪雨果就在一封信中写道，有一天，2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，一个强盗洗劫财物，另一个强盗在放火。说的就是第2次鸦片战争后，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故事。我们说的这份圣旨究竟是怎么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，如今已经无法考证，但大概率是这一时期被贩卖出去的。这份圣旨共有313个字，全长185厘米，高度为30.5厘米，首部和尾部皆隐隐包含双龙，惟妙惟肖。落款是正德3年5月初3日，印章上有玉书之宝4字。经过专家鉴定，这是一份500多年前明朝正德皇帝的真迹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，所有见到圣旨内容的人都大吃一惊，专家鉴定这一张圣旨时，也纷纷表示不可思议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份圣旨内容颠覆了明史中关于正德皇帝的形象。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特别好玩的皇帝，他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统治者，而总想整出点花活来，就像今天那些博流量的网红一样，一刻也不肯消停。哪怕在奇葩皇帝遍地的大明王朝里面，他也当属奇葩中的佼佼者。朱厚照整过哪些活呢？比如他因为自己姓朱又属猪，所以敕令全国不准养猪、杀猪、吃猪，只有一个人例外，就是他自己。还有正德14年的时候，宁王朱宸濠起兵叛乱，朱厚照亲自下旨，让奉天威武征讨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帅军队南下，去平定叛乱。满朝文武都面面相觑，不知朱寿这人是谁，此前从未听过这名字。原来这奉天威武征讨大将军就是朱厚照本人，他要以御驾亲征的借口南下游山玩水去。不过有些时候，大臣也不会惯着这个心思跳脱的皇帝。朱厚照有次还给自己起了个大庆法王的外号，甚至把大庆法王的署名写在圣旨上。尚书傅规看不顺眼了，您平时玩闹也就罢了，圣旨这么严肃的文件，岂是能拿来当儿戏的？于是他假装不知道这是皇上的小号，写了个奏章送上去，说这个大庆法王是什么东西也敢写圣旨，简直是大不敬，应该把这个人找出来杀掉。这朱厚照也是好脾气，要换他祖宗朱元璋朱棣被人这么忤逆早杀人了。然而朱厚照的反应却是大窘，仿佛也知道自己玩过头了，后来再也没敢在正式场合用这个名字。朱厚照为什么挣不着调呢？这都得归结于他的好运。朱厚照的父亲明孝宗朱佑樘是罕有的奉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，终其一生，明孝宗与皇后之间也才诞下2个皇子，其中一个孩子还没能活下来。如此，朱厚照就成了皇家唯一的独苗苗，可谓是被捧在手心长大的。在皇帝老爸的安排下，朱厚照2岁就被立为太子。从4岁开始，就在全国最顶尖的一批天才学者的带领下学习经史子集。年少时的朱厚照能文能武，因而也备受期待，所有人都相信定能成为一代明君。但事情的发展从此魔幻了起来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太子朱厚照自从出阁读书起，每天都重复过着高3考生高强度备考的日子。而为了避免儿子学坏，明孝宗更是在尚书马文生的提议下，杜绝太子朱厚照参与一切宴乐活动，宫宴、曲戏、元宵烟火等都在此范畴。咱们对比一下高3考生的精神状态就知道，连着过了好几年高3，人不疯了才怪。弘治18年，36岁的明孝宗积劳成疾，英年早逝。年仅15的皇太子朱厚照继位，是为正德皇帝。没了父亲的管束，少年皇帝顿时开始放飞自我。对于新主子的心思，自明武宗为太子时即在身边侍奉的那群太监又怎会不知？当时以刘瑾为首的8大太监，史称8虎，
最了解小皇帝想找乐子的心理。刘瑾在宫里做起了导演，造了个堪比亚洲横店的摄影棚，大致就是宫里建街市、店铺。太监朱厚照当富商去逛街，为了让朱厚照过瘾，刘瑾又安排了青楼，宫女做门口的拉客女，朱厚照进各个妓院里去听曲行乐，整个后宫可以说乌烟瘴气。正德9年的正月15元宵节，朱厚照玩烟花还把乾清宫烧了，而他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好一棚大烟火呀！”简直是中国版暴君尼禄了。面对皇帝如此出格的举止，那群受命辅佐少年皇帝的大臣又岂能袖手旁观呢？于是满朝文官纷纷指责皇帝的不当言行，同时要求皇帝罢黜刘瑾等八虎成员。对朱厚照而言，如果应允了朝中那群顾命老臣的意见，势必会让自己再度陷入厌恶的礼教束缚中；而如果偏袒身边宦官，虽有昏君之嫌，却能让自己握有与大臣抗衡的力量，使朝中态势不致影响军权。打完小算盘后，朱厚照于是任凭宦官把持朝政，对抗强势的文官集团。然而即便如此，朱厚照还嫌不够，于是命人在皇宫之外打造了一座豹房。豹房顾名思义，就是养豹的皇家动物园。没想到豹房建好后，皇帝直接住进动物园不走了，还要求各级官吏的奏折都送到豹房来。关于豹房的作用和具体方位，历史上众说纷纭，没人相信它是一座单纯的动物园。有人认为这是明武宗设立的专供打仗使用的总参谋部，也有人认为这就是明朝版的酒池肉林，供皇帝在里面与美女嬉戏玩乐。朱厚照的荒唐人尽皆知，然而人所不知的一面是，如果从结果导向论，他这个皇帝竟然还当得不错。这就要回到我们开头讲的圣旨了。圣旨上说了什么内容呢？圣旨上的大意就是在告诫各位大臣，要时刻关心国家和百姓的事情，始终保持上进，多为国家百姓做奉献。听起来似乎很正常，然而说这话的可是叛逆少年朱厚照，史上公认的最荒唐的皇帝，他怎么可能讲出这样的话呢？既然圣旨是真迹，排除掉所有不可能，剩下唯一的答案是，人们历来对明武宗朱厚照的认知就是错的。其实正德皇帝朱厚照真不是人们所以为的纨绔子弟。朱厚照虽然贪玩，但是奏折一个没落下，国家大事他都了然于胸，从来没放弃过处理事务，他也分得清私事和国事。就这一点，他就比他那个搞君主离宪制的后辈万历皇帝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朱厚照在位没有大兴土木，没有过于征粮收税，也没有亏待军队，他只是自己玩自己的，不影响老百姓过日子，不败家。再加上他手上的老臣能臣比较多，治理国家经验丰富，只要皇帝不瞎折腾，凭着这帮老臣打理，老百姓也都能安居乐业。这一点上，他也比他的堂弟嘉靖皇帝要好得多。最难得的一点是，朱厚照竟然能继承祖先遗风，成为明朝中期以后最能打的皇帝。要知道，明朝皇帝虽然有尚武的基因，但也只有朱元璋、朱棣是真正打过仗的。如果败仗也算账的话，还可以加一个明宝宗朱祁镇。正德12年，蒙古人又来侵犯了，朱厚照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大惊失色，反而非常激动，表示要御驾亲征。文武百官听到御驾亲征4个字，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去。此时距离当年的土木堡之变也才仅仅过去68年。68年前，明英宗朱祁镇不顾群臣劝阻，执意御驾亲征，结果把大明精锐全断送在土木堡，差点让明朝一战亡国。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，所有人都在劝诫甚至威胁皇帝，但是没有用，朱厚照就是听不进去。他心意已决，谁来劝都不好使。于是朱厚照封自己为大将军，御驾亲征。谁想到他真的有打仗天赋，颇有当年祖宗朱棣的风采。朱厚照先用少量兵力引蛇出洞，牵制蒙古主力大军，再不断增援，消耗敌军锐气。一连打了好几天，蒙古军终于扛不住了，提前撤退。这场战役史称应州大捷。朱厚照也再现了老朱家当年以武立国的风采，同时换来了蒙古边境一段时间的安宁。为什么朱厚照会被人冤枉500年，在史书中如此声名狼藉呢？
最大的原因是朱厚照无嗣，他后面继位的嘉靖皇帝是以旁系身份入统的，因此在嘉靖4年修成的史书《明武宗实录》中，不但看不到多少为尊者讳的迹象，还有不少故意贬低的地方。史学家杜洪涛先生认为，嘉靖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朱厚照建构成反面典型，从而衬托嘉靖皇帝的光辉形象，巩固他皇位的合法性。所以在今天的史料中，有些史家对朱厚照颇有微词，一部分是他咎由自取，一部分则是被《明武宗实录》带了节奏。就这样，他的缺点被不断放大，而他的优点逐渐被遮蔽，直到变成如今荒唐不堪的模样。